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还有 Twitter，还有脸书，跟理查老师一起学习中文。各位同学，今天是2022年的4月27日，今天是星期三，我们今天一样来学习新 HSK 第6集的词汇。那各位同学来听理查老师的直播课，第一件事情我们要记得给理查老师一个赞 ，Give me a thumbs up， give me a like。那也欢迎各位同学下载这个 Handbook Free Application， 记得使用老师的 Invitation Code VIP111。好，那么老师来跟各位同学打招呼。第一位同学，好，维凯小土豆，欢迎你哦，维凯。还有立新小土豆，欢迎你。还有 Teresa， 嘿 Teresa 小土豆。好，再来是雪峰，韩国的朋友 Grace， 你好 Mingalaba。嘟嘟同学欢迎。好，那 Norbert 小土豆 Ola， 还有第二个 The second Grace， 好 Another Grace here， 好，那欢迎你 Grace。还有这位同学是Putcar， 你好，王和，好久没看到王和了哦，来自奈及利亚，对不对？王和，裴静小土豆欢迎，嗨，Ben老师你好，明天各位同学，明天理查老师邀请了 Ben 老师还有 Puna 老师，我们一起来讨论，一起来来听一听这个 Puna 老师的旅行奇遇 ，like a very special encounter。那我们都知道 Puna 老师非常喜欢旅行，所以你们明天一定要来听听 Puna 老师的旅行奇遇。OK， 好，还有谁 ？Thomas， 对不对 ？Thomas 你好，还有白玉婷同学欢迎，还有我们的 Delia 欢迎 ，Christina 小土豆你好，裴静小土豆欢迎，还有玉珠同学你好，还有英环对不对？英环小土豆欢迎。这位同学是来自脸书的朋友哦。好，在脸书也可以看得到老师的直播课。好，脸书的朋友是我们那个 Julel 对不对？欢迎你。还有我们的 Solvin 你好，好的。还有这位 Daryl Hill 欢迎你，新同学吗？欢迎你哦。宋平 Mingalaba， 还有Mingalaba。宋平不是 Mingalaba， 宋平是 Sawadee-krap。好 ，Pinker 小土豆欢迎哦 ，Romus 你好，还有这位同学是我们的 King 同学欢迎，还有 Gigi， 嘿 Gigi， 春娇阿姨你好，还有 Sam 你好，还有我们的 C 同学今天跑了几步 ？OK， 今天我们还是要来练习数字哦。今天老师跑了几步呢？我们来看一下哦。今天老师跑了，看一下，看得到吗？13531，13531。各位同学，请问用中文怎么说13531？好，我们来做中文的数字练习。Let's practice Chinese numbers every day, okay? So today's test for you is 13531. How to say 13531 in Chinese? 好，哇，好多同学都已经把答案写出来了。裴静说13531。Norbert 13531，永祥13531，嘟嘟13531 ，Very good Delia 13531，美玲13531，佩佩猪 Hello 13531，美玲 Hello 13531，Putri Hello 13531，Very good。立新同学13531，好，你们都答对了。各位同学每天都要练习。理查老师每天跑步跑得好辛苦，跑得好累，就是要让你们练习数字哦。好。
好，今天老师跑了13531步，步就是 like steps。OK， 谢谢你们，你们都答对了。还有 Vancy， 嗨，好，还刚刚打招呼打到谁了？哦，我们的 Solfan 是来自柬埔寨的朋友 Susday， 是金如同学，欢迎哦。哇，今天人好多哦。还有这位同学 Faith， 你好。还有，诶，老师刚刚好像看到可丽呀，可丽呢？可丽不见了。啊，尼日利亚对吗？啊，王可。大面儿，哎，来自澳洲的大面儿，好久没看到你了啊！可丽小土豆，欢迎阿能 Jam， 哇，今天呢好多同学哦，老师好开心哦。老师每一次觉得心情不好的时候，看到你们这些可爱的同学，心情就高兴起来，就很开心哦。好，白玉婷，好，答对了。好，可丽说老师我在 ，I'm here。好，米磊，欢迎啊，米磊。刚刚好像永祥说很久没看到了，对不对？哎，好久没看到永祥了。I still did not understand what this number 13531 mean. Can you explain? 哦，各位同学 ，Romus 问李朝老师说：“老师，13531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李朝老师每天 I run every day. So 13531 means I ran like for 13531 steps. Remus, understand? So I try very hard today. You know, I ran for 13531 steps today for you to practice Chinese numbers. Okay, for practicing Chinese numbers. Okay. 好，贤信，欢迎你哦，贤信。好了，我们赶快上课吧哦。好，各位同学，我们今天来学习2个词汇，这2个词汇都是在新 HSK 第6集的词汇，中级词汇。好，第一个词汇叫拆迁，拆，OK， 拆迁。第二个词汇产量，产 ，OK， 产量，OK， 这2个词汇都非常的重要哦。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一个词汇拆迁。好，各位同学，拆迁这个词比较难，是什么意思呢？英文拆迁是一个动词，英文是 to demolish and to relocate。各位同学，拆的意思就是拆除。什么叫拆除？英文叫 demolish。各位同学 ，this is 拆除。可能用这个，你知道这个东西，我们台湾叫怪手。诶，这个 Puna 老师，请问大陆怎么说呢 ？Puna 老师，Puna 老师，我问你哦，这个在台湾叫怪手哦，请问在大陆怎么说呢？好，各位同学，你看这个机器是用来，这个车子是用来拆除，房子的一种车子。请问这个车子怎么说呢？在台湾我们叫怪手。Puna 老师或者是 Ben 老师，大陆怎么说这个车子啊？哦，挖掘机吗？哦，叫挖掘机啊。OK， 好，挖掘机就是来拆除房子用的机器的车子。所以各位同学，在台湾呢，你们可以叫它怪手 ，like weird hand， 在台湾哦叫怪手。那这个 Puna 老师说，在大陆叫挖掘机，拆房子用的车子哦，拆房子用的车子。哦，这个 Puna 说也可以说怪手，对不对哦？可能在中国的南方，我们都叫怪手啊，在南方，中国的南方，你可以叫这种车子叫怪手。那挖掘机可能大家也说挖掘机哦。好，老师刚刚说拆是什么意思？拆是拆除 to demolish， 用这样的机器把房子给拆掉了。拆除就是把房子给 demolish 拆掉了哦。好，那迁是什么意思？迁是迁移，移其实就是 move。移的意思就是 move， 移动的意思，移动
所以迁移就是 to relocate， 把人或东西从这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这个叫 relocate。 OK， relocate something from A place to B place. This is relocate. 把一个东西从 A 地方，尤其是房子或者是人哦，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所以拆迁的意思就是你把房子拆除了，你把房子拆除了，然后把居民 inhabitant 居民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哦。好，老师写起来好了，把房子拆除了，然后呢，再把居民迁移到另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哦。好，这个叫拆迁啦。所以 actually 拆迁 has two actions。拆迁有2种动作，第一个动作就是把房子给拆除，把房子拆除，用怪手把房子拆除，然后把居民迁移动到另一个地方哦，这个叫拆迁的意思。好，听得懂吧，各位同学哦？好的，拆迁哦，拆迁 ，OK， 好。那各位同学，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example sentence。市政府正在拆迁这里的老旧建筑。市政府正在拆迁这里的老旧建筑。好，市政府就是 city government， 市就是都市 urban or city， 政府 government，市政府 means city government. 正在 is the progressive form, progressive tense in Chinese. You're doing something now. Someone is doing something now, progressive tense. 正在表示你现在正在做一个动作。拆迁、拆除、迁移。这里的老旧建筑，老旧 means old for things, okay, for objects. 建筑 like building, so it's like 老旧建筑 old buildings. 好，这里 actually means here, okay, here. So it's like here's old building. 好，所以这个句子应该没有问题。把老旧建筑给拆除，然后把居民，把里面的 inhabitant， 把里面住的人迁移到另一个地方，把住在老旧建筑里的居民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哦，这个叫拆迁，拆迁，把房子拆除，把居民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好，怪手等于挖掘机等于挖土机 ，OK， 差不多的东西哦，差不多的东西。好，我们再往下看。好，各位同学 ，Let's learn some common phrases about 拆迁。我们来学习一些关于拆迁的词语，关于拆迁的短语。第一个叫拆迁工程 ，or you can say 拆迁计划。拆迁工程，你也可以说拆迁计划 resettlement project, resettlement plan。好，拆迁计划一般是 government， 一般是政府会拟定一个拆迁计划哦，通常是政府，通常是政府拟定的哦，拆迁计划，拆迁计划。好，通常是政府拟定的拆迁计划。好的，那各位同学，有时候你住的地方，如果政府觉得要拆掉，盖新的房子，政府会拟定拆迁计划。那政府会把你的房子给demolish 拆掉，然后把你给搬到另一个地方住，这个叫拆迁计划哦。
各位同学，你们的房子有没有被拆迁过呢？有的人的房子被拆迁过，因为政府把你的房子拆掉，把你搬到另一个地方，把你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会盖一些新的 buildings， 盖一些新的建筑哦。好 ，OK， 拆迁计划。我们再往下看哦。那各位同学，有一些工人是负责拆迁的，有一些 workers， 有一些工人是负责 be responsible， 负责拆迁工作的。这样的工人叫做拆迁工人。这些人就是拆迁工人，他们的工作是什么？是负责拆迁房子的。他们的工作是负责拆迁房子的哦，所以这个叫做拆迁工人。拆迁工人，好 ，OK， 哇，好多新同学来了。Hello Michelle，Hello 阿玲，好。Norbert 说：“老师，我的房子没有被政府拆迁过。我的房子没有被政府拆迁过。” Hello， Ning Channel， 你好。好，我们再往下看。那各位同学，如果政府要拆迁你的房子 ，if the government has to demolish your house， 政府必须要给你拆迁通知。The government has to give you the demolition notice so that you know your house is going to be demolished. 所以各位同学，如果政府要拆掉你的房子，他一定要告诉你，他会给你一张 a piece of 一张拆迁通知哦，拆迁通知。好，各位同学，什么叫拆迁通知呢？就像这样子。好，我们看第一个拆迁通知。拆迁通知。好，你看拆迁通告，通常是通知啦，通常是通知。好，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你收到拆迁通告，什么意思？它的意思就是你的房子要被政府被 government 给拆掉了，你的房子要被政府给拆掉了哦，这个叫拆迁通知 ，oftentimes it's 通知哦。好，那还有呢，拆迁通知长什么样子呢？ What does a 拆迁通知 look like？ 像这样子。房屋拆迁公告，公告 means like notice or notice. So 房屋 means 房子 means house. 拆迁 so it's like 房屋拆迁公告。So if the government has to demolish your house, the government will give you a piece of 拆迁通知 or 拆迁公告。Okay, so that's the way you will see. That's the words you will see on the piece of paper we say 拆迁通知 or 拆迁公告。OK， 好，各位同学听得懂吗？如果你的房子要被政府拆迁了，你会 you receive a piece of 拆迁公告。OK， 像这个也是拆迁公告哦。这个叫搬迁。Sometimes you don't really see 拆迁公告。Sometimes you will see 搬迁公告。Actually, the meaning is quite similar. Okay, actually, the government is going to demolish your house. 所以你会看到拆迁公告，它的意思是什么？政府要把你的房子给拆掉了，然后把你给迁移到另一个地方住。把你迁移到另一个地方住，搬迁。Sometimes you will see 搬迁 ，not 拆迁 ，but the meanings are quite similar. 好，我们这里也还有一个这个叫做拆迁通知 ，right？ 拆迁通知 ，OK？ So this is the common phrase you will see about the phrase 拆迁 ，OK？ 好。
好，各位同学听得懂吗？听得懂哦。好，这个，所以当你收到 receive 收到拆迁通知的时候呢，你就要注意了。You need to pay attention。你要注意了，你的房子可能要被拆掉了哦，你的房子要被拆掉了，所以你要注意。当你收到，好，所以各位同学，当你收到拆迁通知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了，你要特别小心了，表示政府你要特别注意了，政府要来 demolish your house and relocate you to another place。听懂了，太好了，都听懂了哦。好，听懂，裴静也听懂了。Hello, Sicom， 你好。好，嘟嘟有一个句子，政府嘟嘟拆迁通知 is not a verb。Okay, so 各位同学，我们不要说政府拆迁通知了，你说政府一个月人民，嘟嘟，你可以说政府决定 ，OK， 政府决定拆迁一个月后，政府决定一个月后拆迁人民在保护区的房子。好，政府，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句子。Let's check this sentence together. You can say 政府决定 decide， 政府决定拆迁人民在保护区 reservation area 保护区的房子。好，嘟嘟，你可以这样写啊，决定一个月后 ，like after 1 month，OK。嘟嘟，你的句子应该要这样写啊。政府决定 ，the government decided 一个月后 after 1 month。The government decided to demolish the house. Whose house? 人民在保护区 reservation area， 人民在 reservation area 保护区里面的房子啊，所以嘟嘟你可以这样写。好呀，雪峰，什么叫通知？通知就是呢，就像这样的一张纸，这是通知。通知就是呢，像这样子的叫通告或者是通知，你也可以说公告。You can also say 公告 ，like a piece of paper or a piece of information that makes you know something is going to happen。所以各位同学，像政府要告诉你我要拆迁你的房子咯，你会收到一个通告 or 公告 or 通知 ，so that you will know this information。Okay, from someone else. 所以这个叫通告，英文就是 notice. Okay, notice, a piece of paper that give you some kind of information. Okay, 好，这个叫做公告、通告 or 通知。好 ，notification 呀，你也可以说 notification 哦。对，这个觉得。OK， 呀，政府决定嘛，哦，来 ，the government decided。OK，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我被政府不是我被，我从Norbert， 我从 like from 啊，我从政府那里收到一张搬迁通知。Norbert， 我 from 我从政府那里收到 receive 一张搬迁通知。or 拆迁通知，这样就可以了。好，王和是一位警察。王和是一位奈及利亚的警察。That's true. 王和 is a policeman. So 王和说，我们常常去森林里面拆迁坏人的房子。王和，你们应该是拆除，不是拆迁，因为你没有 resettle, right? 王和，你没有 resettle bad guys, right? So it's not 拆迁。王和 you should write 拆除。Okay, if you just want to say demolish and you didn't resettle the bad guys， 你没有去迁移坏人，所以王和你不可以用拆迁，你应该要说拆除哦，拆除。
我们常常去森林里面拆除坏人的房子。因为王和你没有 resettle， 你没有 relocate the bad guys, right? You didn't treat the bad guys so well, right? So nicely, right? So you should say 拆除 not 拆迁 OK 王和了解吗？因为各位同学，如果你拆迁表示 you demolish the house and you also resettle, relocate the people, the inhabitant. OK 所以我们要用拆除拆除跟拆迁是不太一样的好，拆除 means demolish only. OK 拆除 you just demolish only. You didn't relocate the people. But 拆迁 yeah, you demolish, but you also resettle, relocate the people. OK 这张不是这个，这张拆迁通知不是我的这张拆迁通知不是我的不是我的。最近在保护区被政府拆迁we don't really say that. 最近在保护区的很多人在保护区里的房子被政府拆迁了。很多人在保护区里的房子被政府拆迁了。OK， 嘟嘟 ，OK。好，我们再往下看好，第98个单词叫产量，产量 ，OK， 跟老师念一遍吧，产量，产量，产量是一个名词，它的意思是 output，or in English we can say yield。Especially for produce. 什么叫 produce? 就是农产品。像各位同学，什么叫迁移到监狱啊 ？OK。好，各位同学，我们来学习一个词叫农产品。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农产品？各位同学，你们可不可以告诉老师，农产品可能是哪些东西？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农产品？你们可不可以告诉老师哪一些东西是农产品？老师给你一个 example， 老师给你一个例子，比如说像稻米就是农产品 ，for example rice 就是农产品稻米是农产品。请问你们还有什么东西是农产品呢？稻米是农产品还有什么样的东西是农产品？英文叫 produce。水果也算是农产品，可以。水果像香蕉、苹果、梨子都是农产品。好 ，Norbert 说的很好，可以是水果，也可以是任何一种蔬菜 ，any kinds of vegetables。好，还有什么呢？稻米，对不对？稻米这我说的。饼干不是农产品。米磊，农产品一定是要 vegetables or fruits， OK， 不可以是 cookies。所以各位同学，很好，大麦是农产品。玉米 ，very good，Putri， corn 是农产品。对，裴静说的很好。什么叫农产品？农产品是 any kinds of fruit，any kinds of vegetables，we can say 农产品，英文就叫做 produce。英文就叫做 produce。花生可以木薯很好，木薯也是蔬菜类的都是蔬菜类。大米很好，老鼠爱大米，大米很好。黑豆可以，黑豆是大米，不是，黑豆是农产品，黑豆是农产品。大面什么叫遮是什么东西啊？遮鸡蛋是农产，鸡蛋呢？鸡蛋牛奶也有人说它是农产品的一种，虽然它不是蔬菜，但是也有人说它是农产品类的也有会很好，凤梨 pineapples， 高丽菜 cabbage 很好，土豆可以，土豆也是，面粉也算是农产品，因为面粉是那个麦，对不对？麦做的是麦 wheat 做的，面粉也可以，很好。
OK， 茶呀，茶也是啊。阿玲 ，tea 茶也是农产品啊。哦，好呀 ，pineapple 胡萝卜也是。好，各位同学，那你懂了 ？OK， 你了解了 ，produce 就是农产品哦 ，produce。那产量可以是农产品生产的总数量，总 means total，the whole， 总数量 means total amount， 叫总数量，全部的数量叫做总数量，生产 means to produce，OK，那所以各位同学，产量是农产品生产的总数量 total amount， 或者是产品。各位同学，手表也是一种产品，那手机也是一种 product 产品。那各位同学，产品有很多，电脑也是产品，对不对？哦，所以产品也可以用产量。所以产量是什么意思？就是产品 products 或农产品 produce 生产的总数量 total amount， 这个叫产量哦，产量。好，了解了，对，很好。水泥不是农产品，水泥可以算产品了哦。然后汽车算是产品哦，汽车是产品，胡萝卜是农产品，这些都可以用产量这个词。If you talk about the total amount， OK， 好，香蕉可以啊，洋葱 onion 可以啊。好 ，example sentence， 因为疫情，全国口罩的产量增加了。来，我考你们，各位同学 ，a quiz time. How to say 102% in Chinese? Give me the answer. 告诉老师 ，How to say 102% in Chinese? Give me the answer. 告诉老师怎么说这个数字。来考考你们 ，quiz time， 考考你们。红枣也是农产品，可以。红枣，date， 红枣英文叫 date， 可以。好，甘蔗呀，sugar cane 也是农产品。好 ，Norbert 说，食品也算是农产品的食品看是哪一种食品，食品我们就叫食品吧啊。Norbert 说102%。In Taiwan, we can say that. How to say it formally? Formal way to say 102%. 102%，台湾可以这样说了哦，可以，台湾可以这样说。OK， 很好，潘，102%。This is the perfect answer. 100%。In Chinese, we say this symbol first. We say this mark first. How to say this mark? 100%。各位同学，这个符号我们说100%。好 ，symbol or mark， 我们中文说符号，我们说100%哦，要学起来哦哦，100%。好，100%。所以我们的，等一下哦，好，你们都会，很棒哦，各位同学，这样的符号 mark or symbol， 我们中文说100%，而且我们要先说100%，再说数字，所以我们的答案是102%。102%。好 ，Romus 答对了，佩佩猪答对了，王和也答对了。好 ，Norbert、裴静都答对 ，Second， 102%是台湾可以这样说了啊。In Taiwan, you can say that. OK， 阿能答对，Liver Duck 也答对了，很好。好的，要把它学起来。因为疫情 ，due to the epidemic， 因为疫情就是 epidemic， 因为叫 due to or because of， 因为疫情，全国 ，the whole country actually means national， 全国就是整个国家哦，全部的国家里面，口罩哦，然后产量就是 output， 增加了 increase， 增加就是越来越多，叫做增加。好，记得这个词哦，
增加叫越来越多，增加了102%，102%，好，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哦，很好，你们都答对了哦。雪峰102%哦，102，立新102，嘟嘟102%，对 ，C 控100%。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哦。来，我们要怎么用产量 ？Remember, we say a noun 的产量，比如说手表的产量 ，the output of the watches。手机的产量 ，the output of the cell phones。好，你也可以说，好，笔嘛，笔也是一种 product，right？ 笔的产量 ，the output of the pens。OK， 888的产量。OK， 产量 output you can use 增加 increase or 减少 decrease。Once again， 增加 increase 增加 you can use 减少 decrease or you can say 提高 enhance 提高 you can also say 降低 lower or reduce OK 我们可以说产量增加了产量减少了产量提高了 you can also say 产量降低了 reduce or like lower Let's do the quiz 灯泡灯泡什么叫做灯泡这个东西就是灯泡它是一种 product 它是一种产品大大的大大的 greatly 我们学过这个副词了哦大大的我们学过了 greatly 已经 already 已经降低的产量OK what's the answer 请问各位同学答案是什么永祥灯泡的产量已经大大的 greatly decrease 大大的降低了好 Tom 说老师剪头发了吧对的 Tom 老师2天前剪了头发哦好志勇啊志勇在啊好久没看到志勇了102%答对 Norbert 灯泡的产量已经大大的降低了老师没有加了啊已经大大的降低好我觉得加个了会比较好一点哦各位同学加个了好了大大的降低了because I'm talking about a change of a situation so adding a le is sounds better adding a le sounds better 大大的降低了好加个了会好一点各位同学了 has a meaning that is a change of a situation. So it's better to add a le here. 好，情况已经改变了。如果你用了，可以表示情况改变了。本来 originally 本来产量没有降低，但是现在产量大大的降低了。Previously, the output did not decrease, but now the situation has changed. Now, the output has already decreased. So when I use le, it means a change of situation. OK， 好，好，我们老师在看你们的答案哦。好，庆莹说灯泡的产量已经大大的降低了 ，very good。美玲，灯泡的产量已经大大的降低了，加个了会好一点哦。宋平，定抛，灯泡的产量已经大大的降低了。好，曹同学，灯泡的产量已经大大的降低了。好 ，Ss， 灯泡的产量已经大大的降低了。好 ，OK，very good。大面儿，灯泡的产量已经大大的降低了。
Very good， 各位同学 Halloween 灯泡的产量已经大大的降低了。帅哥，灯泡的产量已经大大的降低了。佩佩猪的不是佩佩猪的产量，不是佩佩猪的产量，灯泡的产量已经大大的降低了。今年比去年的水果产量，好，白玉婷，今年比去年，好，白玉婷同学，今年的水果产量比去年提高了12%。OK， 今年的水果产量比去年提高了12%。Norbert， 灯泡的产量降低了50%。Sure, of course， 答对了，很好的句子。灯泡的产量已经降低了50%。Perfect。各位同学，你们可以像 Norbert 一样，自己 make a sentence by yourself. You can make a sentence on your own. 你们可以自己造个句子哦。Romus， 灯泡的产量已经大大的降低了。好，不是佩佩猪的产量。上一同学不是大大的产量哦，是灯泡的产量。We use a noun first, so that we know what kind of product it is. OK， 所以是灯泡的产量。OK, quiz time. 考试时间到了 ，Pay attention， 请各位同学注意。第一题，拆迁产量。第一题是市民抗议市长的计划。市民 citizens 抗议是什么意思？抗议 protest 抗议。如果呢有人欺负你，如果有人做了让你不开心的事情，你就可以去抗议，告诉别人你不喜欢别人这样子对你，这个叫 protest 抗议啊。市长就是 mayor， OK， 市长的什么计划？市民抗议市长的什么什么计划 ？OK， 好，永祥，市民抗议市长的拆迁计划 ，Very good， 表示市民并不喜欢市长的拆迁计划，市民觉得这个拆迁计划不好。他们并不满意 ，They're not satisfied。市民并不满意这件事情，市民不喜欢这样的计划哦。好，对，玉婷很好哦。拆迁 ，Hardwin 拆迁，宋平，市民抗议市长的拆迁计划。好，裴静，市民抗议市长的拆迁计划。啊，没有错哦，拆迁，王和拆迁，单身狗的产量。嘟嘟通常不会，产量不会用在人身上哦，产量只会用在产品或者是农产品。Okay, pay attention please. We use 产量 especially for products or produce, not for human beings. Okay, 我们不会用在人的身上哦。好。市民抗议魔鬼市长的拆迁计划，市长不是个东西。OK， Norbert， 我们说魔鬼市长就可以了，不用再加的了。魔鬼市长哦，好的，佩佩猪，市民抗议市长的拆迁计划 ，Very good。好，庆莹，市民抗议市长的拆迁计划 ，Very good。Question number 2， 第二题。拆迁产量干旱后葡萄酒的降低不少。干旱后 OK， 干旱后葡萄酒的降低不少。各位同学，什么叫不少？不少就是 a lot, so much.Greatly， 不少就是很多的意思哦，不少就是很多的意思。干旱，各位同学，你们知道什么叫干旱吗 ？Drought， 干旱就是很久很久没有下雨了，然后那个地面非常的 dry， 非常的干，这个叫干旱。好，把它记起来，各位同学，
干旱就是很久很久没有下雨了，地面都干了，地面都裂了，这个叫干旱。很久很久没有下雨之后，就会有干旱。那它的 opposite 是洪水哦，它的 opposite 是水灾 or 洪水，英文叫 flood 哦，英文叫 flood。好，干旱的 opposite 反义词是洪水 or 水灾 ，like flood。好，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呢 ？OK， 哦，产量。宋平，干旱后葡萄酒的产量降低不少。Hello， 丹旭，啊，立新也是产量哦。啊 ，Norbert， 干旱后葡萄酒的产量降低不少。好，那各位同学，哦 ，OK， 丹旭，没问题，Don't worry。OK， 好，大面儿，干旱后葡萄酒的产量降低不少。那当然，你们也可以用减少哦，你们也可以用减少。不过我们会说减少了啊，你可以说减少了，你可以说大大的减少了哦，大大的减少了也可以。所以呢，各位同学，你可以这样说哦：干旱后，葡萄酒的产量大大的减少了。张裕葡萄酒是大陆最有名的产品，很好的句子哦。好的，各位同学，你们知道葡萄酒吧？葡萄酒就是 wine， 用葡萄酿出来的酒叫葡萄酒哦。用葡萄酿出来的酒就是葡萄酒哦。好，你们有没有喝过葡萄酒啊，各位同学？理查老师以前喝过葡萄酒啊，理查老师年轻的时候喝过葡萄酒，葡萄酒很好喝，好像法国的葡萄酒特别好喝，对不对？各位同学，你们国家的葡萄酒 wine 好不好喝呢？什么叫葡萄酒？葡萄酒就是用葡萄酿出来的酒，用葡萄做出来的酒，叫做葡萄酒啊。好。Putri 说：“老师，我很乖，我没有喝过葡萄酒。Putri 喝酒不是坏人呐、哦，适量的酒没问题啊、哦，适量的酒没问题。好 ，Hardway， 你当然不可以喝葡萄酒，你才12岁，对不对？你不可，诶，你是12岁吗？还是7岁？还是8岁 ？Hardway， 你还是小朋友，你不可以喝葡萄酒哦。好，哦，Tom 说，我喜欢喝葡萄酒，加州的葡萄酒很有名。”加州的葡萄酒很有名 ，very famous， 非常好。老师听过法国的葡萄酒很有名，西班牙的葡萄酒好像也很有名哦。对 ，Norbert 老师觉得西班牙的葡萄酒也很有名，所以 Norbert 说，我住的地区生产高级甜葡萄酒。Norbert 哇 ，Norbert 住的地区生产高级的甜葡萄酒，哇，好想喝哦。好，印尼的葡萄酒很好喝啊，时光，真的吗？老师想试试看呢哦。雪峰没有喝过葡萄酒哦。佩佩猪说加拿大的冰酒很好喝。佩佩猪，冰酒也是一种葡萄酒吗？哦哦，我们用晒干的葡萄。哦 ，Norbert 说在西班牙，西班牙的朋友用晒干的葡萄做葡萄酒。哦，红葡萄酒可以，白葡萄酒可以，可以的哦，可以的。沙发布的价格涨价了。这个句子巴卡，沙发布的价格涨价了，这个句子可以哦。产量的米数，我不晓得什么叫米数诶。第二个句子我不太了解呀，巴卡哦。好，裴静喜欢酒的味道，但是不喜欢喝酒。A 亚说喜欢红葡萄酒，立新很少喝酒。然后我们的 S 不喜欢喝葡萄酒，他觉得 sour 酸，很酸哦。庆莹说在南美洲，我喜欢喝智利的葡萄酒。哇，
智利的葡萄酒也很有名，对不对？好，Norbert 说我给这个 Norbert 地址，下一次他要寄葡萄酒到我家里。哎呀，Norbert 不用了，因为啊，理查老师现在不喝酒了。理查老师现在 quit drinking now. I quit drinking now. 老师现在戒酒了啊。对，意大利的葡萄酒也很有名 c o n 说的很好，意大利的葡萄酒也很有名，很好喝哦。好的，各位同学，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了。明天理查老师邀请了Ben老师还有 Puna 老师，明天我们来了解，来谈一谈 Puna 老师的旅行，Puna 老师的旅游经验。明天一定要来听 Puna 老师的旅游经验，一定很有意思哦。好，喜欢直接吃葡萄。好，那我们明天见，各位同学再见，拜拜，晚安。Give me a like，帮老师点赞啊，拜拜。